今天讲一部创意十足的科幻悬疑片，它对永生的设定是人类的梦想。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会长生不老，那么你还会担心明天的太阳吗？故事开始，这个男人是一名考古教授，他的父母和妹妹已经失踪很久。依据线索，在山里发现的老旧汽车，而里面竟然有父母年轻时的照片。扭头看见附近有个山洞，于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。来到洞口，打开电筒往里一看，里面竟然有个人纹丝不动。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查看，却感觉前面似乎有层空气墙，稍微用力轻松地穿过去，而刚才的那个男人竟然动了，然后快步地消失在了深处。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响动，洞口的光线也开始闪烁。预感不妙的教授急忙跑出去，却不料在下一秒愣在了原地。自己进来后明明只有几分钟，可外面却从白天变成了黑夜。匆忙找到自己的车子，而车子已经变成了废铜烂铁。通过对零部件的全面检查，车子就好像已经荒废了几十年。几分钟后，他在附近发现了一辆越野车，本想盗取车里的电池，结果在车厢里找到一个背包，从上面的标识可以看出，可能是学生们来找过自己。无奈的教授返回山洞寻找学生，可刚进来还没多久，抛出的荧光棒就停在了空中。惊骇的他想伸手去抓，却看到荧光棒又恢复了正常，身后的洞口也开始有亮光闪烁。时间一晃来到几天后，教授的学生根据线索找到这里，男主尼克也在汽车里有了新的发现。原来教授是在寻找失踪的家人，随即在车底发现一根绳索，而顺着绳子的方向有一个隐蔽洞口。待到众人进入山洞之后，发现绳子垂于一处崖底，而且另一端已经断掉。难不成下面还有人吗？看到绳子有一些老旧，猜测不可能是教授留下的，没有多想，还是准备下去一探究竟。然而就是这个草率的决定，让他们从此与世隔绝。两人刚下去就与上面失去了联系，但尼克认为他们肯定能听到喊声，既然没有回应，说明还是安全的。于是两人也开始下落。然而刚到一半就察觉到了异常，洞中就像有一层看不见的结界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两人也很快来到了下面，并质问同伴为什么不回应。女孩回答说根本就没听到喊声。随后几人准备开始分头探索，这时深处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就是一声尖叫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！ 女孩们吓得要立即撤退，可尼克还想继续寻找教授，女孩们听不进去劝说，转身就开始向上攀爬。这时上方的绳子突然断掉，女孩安娜直接摔了下来，还砸伤了尼克的手臂。慌忙检查另一根绳子，结果也是断掉的。尼克以为是上面的小胖在搞恶作剧，于是用对讲机想联系对方，然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此时安娜的脚腕受伤严重，两个擅长攀爬的人也都挂了彩，也就是说他们被困在了山洞。这时深处又突然传出枪声，让大家立刻意识到了危险，再次用对讲呼叫小胖，对方却传来了沙哑的求救。尼克以为是教授的声音，可对方却自称是小胖。尼克听后决定去查明真相，其他人也愿意一同前往。如此一来，只能让安娜留在原地。随后三个人很快发现了一处亮光，这里竟有一个垂直的洞口，洞口也同样闪烁着诡异亮光。女孩杰西爬上岩石，却发现了一根绳索。这时的她突然脸色大变，然后让尼克立即带着妹妹离开。尼克本想问一下为什么，可杰西却不解释，让他快走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先休息几秒。如果你单身，又想要一个听话的女友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上线让你体验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。无论是清纯学妹、娇羞萝莉还是高冷御姐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超过100款女友任你挑。左下角入口限时开放，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众人遇到了跟过来的安娜，于是没办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这时妹妹好奇刚才的地方，却不料被她的姐姐杰西阻止。尼克走过去查看，竟也不让其他人靠近。妹妹举起摄像机探明，发现是小胖躺在那里，并且好像还摔断了脖子，而爬下来的绳子也像是被人割断。几人匆忙查看小胖的摄影机，然后得知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：小胖在车子的附近找到一个隐秘洞口，还从教授父亲的日记本上发现，原来他们是来这里寻找不老泉，上面记载着曾经有舰队过来寻宝，但大部分人都死在了本地原始人手中。教授的父母为了救活身患绝症的女儿，于是冒险才来的这里。此时正看录像的众人发现了不对劲，因为外面的白天变成了黑夜，而小胖似乎是已经等了好几天。眼见上面的水和食物已经耗尽，小胖打算用绳子下去寻找队伍，可他刚刚进入洞口，上面的天空就开始不断闪烁，紧接着绳子断掉，让其坠了下去。Oh my god！ 这时大家得出一个结果，他们明明下来才几个小时，可上面已经过去了很多天，思来想去逃离的办法，最后决定让杰西上去求救。于是女孩带上卫星电话，并开始徒手向上攀爬。然而任谁也不会想到，接下来的发现让所有人几乎崩溃。几分钟后，杰西从山洞中爬了出来，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大开眼界。原来外面已经过去数千年，周围早已变成了一片荒漠，
空气不再适合人类生存，卫星电话也收不到任何信号。杰西爬到高处举目远眺，发现正前方有风暴在滚滚袭来，天空中还飘着一艘奇怪的飞船。等到再次返回山洞，杰西将外面的情况如实讲了一遍。同伴们听后认为这不可能，因为他在上面只待了2分钟。杰西没有争辩，把摄像机丢了过去，而上面清晰地记录了整整1个小时。如此一来，所有人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这也解释了小胖的录像为何过了好几天，他的绳子也不是被割断的，而是长时间摩擦的结果。洞里和上面的时间流速不一样，而洞口的闪光应该是昼夜更替造成的，按此推断时间应该是过去了几个月。这时尼克发现小胖的对讲机是坏的，可录像中小胖掉下来时还是好的，于是他们重新观看刚才的录像，这才发现小胖掉下来时还活着。求救声是突然出现的其他人杀死了他，紧接着对讲机也被破坏，由此可以断定山洞里除了失踪的教授，一定还有其他人存在。随后尼克负责在入口放哨，杰西则带着绳子再次爬向洞口。妹妹重新研究小胖的录像，慢放后发现阳光的路线一直在改变，白光不是太阳一天的起落，而是地平线上的阳光轨迹。白光每次闪过不是一天，而是季节在变换，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，外面的时间则远超了想象，或许下面的几秒就相当于上面的1年。这时上方突然落下一根柱子，瞬间又生出横杆变成了梯子。杰西转身想利用梯子爬出去，洞口却又出现了一个巨人，没办法只能转头往下爬，结果梯子上下来一个满身盔甲的巨人。这时深处突然窜出几个原始人，然后不由分说和来人扭打在了一起。很快盔甲巨人用高科技将原始人牢牢控制，而尼克等人也趁机逃进了深处，无意闯进一个满是火把的山洞，竟遇到了教授失踪多年的父母，看样子他们是刚刚死去。对面还有一群原始人正在现场，尼克让女孩们先逃走，自己则留下来断后。虽然利用石头先发制人，可一人对战3个原始人，尼克很快就被撞晕过去。2名原始人立即去追女孩，尼克也被剩下的原始人砸死。片刻之后，女孩们藏在角落躲过一劫，杰西则返回时发现尼克已经死了。这时盔甲巨人也来到山洞，他直接走向水潭取了一管水，可巨人就要离开时，突然想要拖走尼克的尸体。杰西见状连忙阻拦，结果被巨人挥舞中甩飞出去。紧接着尼克的尸体被扔进水潭，杰茜想要阻止但也无济于事。此时没找到女孩的原始人返回山洞，然后又和看到的巨人打了起来。神奇的是，这时尼克竟然奇迹般的复活了，而他的救命恩人正遭受袭击。不等巨人反应过来，原始人就摘下了他的面罩，似乎巨人无法呼吸这里的空气，但还是拼尽力气按倒了一名原始人。杰西察觉到巨人没有恶意，并帮助他重新拿回了武器，如此一来让局势得到了控制。尼克帮巨人捡回头盔，可他的盔甲已经损坏。这时安娜和妹妹也赶了回来，他们想问下巨人现在是哪一年，然而双方语言不通，巨人直接播放了几人当年失踪时的新闻，还一直想要表达什么，但众人听后还是一脸的不懂。片刻之后，巨人在临死前播放了另一段视频。几千年前，地球的环境已经不适合生存，所以人类全部移民到了火星。这时尼克发现了教授的背包，他认为只要找到教授，就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捡起地上的手枪去寻找教授，尼克让女孩们先去复活小胖。果不其然，尼克在另一处发现了教授留下的荧光棒，顺着标记他找到受伤的教授，而前方有着更惊人的一幕，这个小女孩竟是教授的妹妹，里面的一切仿佛静止一般。原来这里的时间流速比外面还要慢上万倍，山洞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不老泉，而想要窃取的人全部被困在了里面。尼克想带走教授，可时间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旁边吸收泉水的原始人，他们会很快复活回来。尼克把手枪留给教授，自己则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几人先把小胖扔进水潭，并在洞口撒满了火油。不多时，外面突然传来枪声，看来原始人已经全部复活。众人见状点燃地上火油，并想利用巨人的梯子逃出山洞。这时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，洞口竟然变成了一潭水池。杰西刚要伸手触摸，却突然被拉进了水里。就在尼克想把他救回时，原始人竟发现了梯子的开关，梯子瞬间就被收了回去。杰西也被拉进了水中。就在他拼命挣扎时，有人给他戴上了面具，紧接着就被拉了出去，而下面的一切就仿佛静止了一般。突然之间，水中又伸出触手缠住3人，并将他们一个个拉了上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胖在一个水池中醒来，这里竟然处于太空之中。教授随即也现身眼前，原来是未来的人救了他们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